影响人再次插手正面战场，夺取着他们需要的东西。老六风格尽显，新的泰坦单位降临，锤摆泰坦时钟，对波击 Tot。Hey guys，PZ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这次我们继续来看《僵尸宇宙》27集，希望大家在看的同时能多多发言，觉得不错的话点个小小的赞哟。在上集，泰坦电视遭受到感染 ，Tot 和泰坦监控到达，再加上泰坦时钟出面，也仍然无法阻止泰坦电视。黑化强3倍，洗白弱3分，变异泰坦电视撤离战场。与此同时，变异电视被拿下，状态监控拿出了 U 盘，最后出现了手，留下了悬念。但这不是变异电视手，而是音响人。好家伙，又是音响人，这简直跟之前山东外一样，打晕了松山监控，趁机获得了枪械核心。每次胜利结算画面就在领取战利品是吧？此前我们已经得知，音响人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场僵尸病毒的战争，没有与联盟站在一起。纵使神秘人出手，也无法改变这一局面。自泰坦影响黑化后，他们就失去了保护，从而导致了现在出现的这一幕。可以看到，这名音响人将派者手中的 U 盘夺取后，扬言谢谢的同时，一拳又将派者嗨翻。好在这次没有晕过去，可以接着看。这时天上掉下来2个音响人操作的机甲，一下来就是直接补到躺下的变异电视，这很果断，不留后患。注意看，这个音响人高举右手，应该是在向其他音响人表示东西已经得手，随时可以撤离。但转变来的就是这么快，他被一发炮弹掀飞了，随后 U 盘掉在了地上，是 Tot， 显然是他做的了。联盟成员与音响人间存在着信任问题，迫使拔刀向下的战斗不可避免。2机甲见 Tot 直接开启射线攻击，Tot 右手抵挡，短暂僵尸后使用了左手炮攻击。可以看到2根管子的炮管各自一发，先后带着2个机甲。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从右边飞出了某种设备贴在了 Tot 手腕上，随后该设备向地面延伸出了一条绿色射线。不止如此，还有一个贴在他的枪身下方。这2道射线俨然成为了束缚Tot 的枷锁，牢牢困在原地无法动弹。这时打右边飞来个滑板男孩，就在他刚要靠近时被定住了。是泰坦时钟，他手戳时间之力将音响人隔绝在时间之外，但音响人不止他一个，从后方又来个滑板男孩，片刻间接近泰坦时钟，同时他脚下的滑板产生了某种环形波，在2个音响人同时输出时，泰坦时钟似乎受到了某种干扰，自身不受控制的抽搐了起来。但这还没完，又来了2架战车，这战车上安装着一个 mouse 拆除了外壳的大号音响装置，上方有着音响人操控，也能发射环形声波。这个东西可能是某种电磁波，可以对机械产生电磁干扰。电磁干扰会导致设备性能下降乃至故障，对高精密制作的设备尤为明显。那么像泰坦时钟这样高精密部件组成的泰坦，面对强烈的电磁干扰，所带来的效果就是干扰了机械运作，从而有了行动困难乃至无法行动的特征。但这个仅为猜测，目前来看有这样的可能。随着战车的加入，泰坦时钟站不住了。派者见状，他需要快速阻止音响战车的持续控制，奔跑靠近后直接一个飞踹。没有了音响人操作后，看到声波收缩了回来，并停止了运作。少了一辆战车后的泰坦时钟有所缓解，艰难弹起右手控制飞轮，同时操纵其破坏了另一辆战车，并顺带切断了控制 Tot 的绿线。摆脱束缚后的 Tot 转身就是帮助泰坦时钟，一枪击破了上方正在干扰泰坦时钟的音响人。有所缓解之下，泰坦时钟左手准备拿捏仅剩的音响人，但被其灵巧的板法躲过去了，最终逃离。不久后，泰坦时钟的后备罐子炸了，这非常奇怪，一度让人看成了 Tot 的背后开黑枪，没击中音响人，击中了泰坦时钟，但并不是。注意看，在音响人离开前，他放置了某种东西在泰坦时钟的罐子上，纵使拍摄者拉近视角不细致看的话，也很难看清，是一个很小的装置。不久后就引爆了，罐子给炸瘪了。不得不说，泰坦时钟来到这个世界，仿佛境界受到了天道法则的压制，它的实际表现能力与时钟宇宙相比大打折扣。或许因为它本就不属于这个宇宙，才导致成了这个样子。拍摄者见状，准备重新拿回 U 盘，但被一只大脚拦住了。一个陌生的巨物出现，是陌生的泰坦。可以看到这个单位以绿红2色为主题，腿部内嵌音响装饰，胸前的核心也是，背后还有大翅膀，整体机甲感十分的浓郁。这个单位名叫泰坦赛人 ，Monster 有对于这个单位的解释。音响人失去了泰坦音响后，他们也失去了保护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便创造了一位新的泰坦，以此来按他们的方法拯救这个处于死亡边缘的世界。这个泰坦是由音响人拥有的创世纪核心基础上制造，看它的主题颜色可能是屏幕上的绿色核心。创造它的目的除了拯救
外，还会争取获得其他的核心。这样一位全新的泰坦出现，那么他有哪些能力呢？他身上内嵌的音响以及头可以散发高频的波，或许与刚刚战车表现出的类似，还可以生成剑与盾以及发射射线的武器。右手可以变形，分为2只手，这些是其主要作战手段。在未来还会看到这个单位的主要特点。他上来就先选中了G-Twit，一拳嗨发后转向泰坦时钟。刚刚才站起来还没回过神的泰坦时钟赶忙使用暂停。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可以看到他的3人这核心在剧烈闪烁，随后时间之力渐渐消失，从而脱离了暂停的状态。竟然可以摆脱时间的束缚，我想有2个可能，可能是泰坦3人装配了创世纪的核心过于强大，来自外宇宙的泰坦没有这样的核心正面无法抗衡，从被时间控制灰白区域慢慢缩小猜测，也可能是这款核心吸收的时间之力，无论是哪一种，这很难猜测。面对这样的情况出现，泰坦时钟似乎表现得很惊讶，这出乎了他的意料，随后再次尝试，但随着泰坦3人的核心闪烁，依然化为了徒劳。警觉一前跟上，泰坦时钟倒头就睡。随后泰坦3人准备触发处决动画，这时G-Twit打断了他。2个拥有创世纪核心加持的单位正面开始较量，双方开始比拼腕力。注意看，泰坦赛人右手变化出来2只手，一只手牢牢拿住G-Twit左臂，另一只手趁机打脸。第一轮较量G-Twit落后，但G-Twit转世后似乎开始融合创世纪核心力量，所射出的核心冲击由以前的绿色变成了蓝色。这个闪着光点的东西不清楚是什么，总不至于是发光的石头吧？难道是核心？那为什么会外放到这个位置？不排除是个细节问题的可能。在G-Twit被击退后刚刚对上这个位置，也不排除是提前摆放特效的可能，亦或是有着第三方的加入故意放置，具体不得而知。G-Twit释放核心冲击，泰坦3人变化出了盾牌抵挡，随后左手变化成了一把武器，用于反击G-Twit，但他的动作跟不上，全部落空。实际G-Twit的速度可以像飞碟那样更快，但已经很久没见过那招了。G-Twit的眼部激光发射再次打在了盾牌上，此时泰坦3人左手变化出了一把绿刃，向G-Twit飞扑过去，2次攻击依旧落空。G-Twit的后撤步后蓄力核心冲击，见状泰坦3人也同时施展。不久后2道冲击交汇，这特效十分的华丽。2枚创世纪核心加持者的对抗再次展示了其强大的力量。自古对波左边，没输。在G-Twit濒临失败时，双方的处境骤然倒转，被推了回来。很快泰坦3人倒了下去。不愧是新出的泰坦，年轻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这波对波中G-Twit成了赢家，但他也付出了惨重的后果。可以看到G-Twit似乎受到了反噬，左臂突然消失，随后青筋暴起，看起来十分的痛苦。在之前 X18 展现其强大作用的同时，也会吸收载体生命力，是一把双刃剑，所以对于载体是否有核心格外重要。核心可以替换载体生命力为 X18 蓄能，但G-Twit是拥有核心的，怎么会受到吞噬？有2个可能，可能是在刚刚的交战中G-Twit已经榨干了核心的能量，入不敷出，导致 X18 不得不更换吸收源。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宿主会被吞噬，也就是G-Twit可能会下线。但还有另一个可能，能源严重枯竭，非常虚弱，就类似12级一样的特征。不过这是悬念结尾，不排除下集会有转折的可能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这便是本期的视频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 Peaceman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